方世杰是新加坡女建筑师方迪柔唯一的胞弟。对于西班牙警方所述的发现姐姐的地方，是距离西班牙阿巴尼拉地区较为知名的红灯区不远处的一个农用机械车停车场旁边的一个杏林地里的说法，方世杰是非常反感的。莫不说姐姐出事前已经是新加坡较具知名度的建筑师，姐姐也一直是亲朋好友嘴里的那个别人家的孩子。自5年前母亲去世后，姐姐也一直是父亲与自己的依靠。假如西班牙警方从一开始就往性工作者的方向侦查，很显然这是个很严重的错误。方世杰对媒体回忆说，和姐姐最后一次通话的时间是新加坡时间2024年4月10日的中午12点。按照姐姐和家人约定的时间，那一天是姐姐将要退房的日子。按照原本的计划，姐姐将要于2天后的4月12日由巴塞罗那飞回新加坡的樟宜国际机场，但从4月11日开始就再也无法联系到姐姐，也因此方世杰当天就把情况反映给新加坡外交部，以备不患。尽管如此，方世杰还是如约与姐姐原本定好的航班时间前往樟宜国际机场出港口迎接姐姐。但直至人流散尽，经航班工作人员确认方迪柔并未登机，方世杰顿感大事不妙，速向西班牙当局及新加坡警方立时报案。此时的方世杰心急如焚，从小到大从未有与姐姐失联的情况发生。或许姐弟连心的心电感应，方世杰已然知晓姐姐恐怕是凶多吉少。方世杰的姐姐方迪柔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她的尸首为何会出现在离红灯区不远的地方？她的公积金的唯一受益人为何是与她毫无关系的亚洲猛男？万里之外的西班牙为何就成了他魂归之地？朋友们先别盲猜，本案还真的和电诈没有半毛钱的关系。鼓励大象马上开始。大家好，欢迎收看《万象奇谈》，我是大象。根据西班牙日报的报道，西班牙时间2024年4月10日上午7点47分的时候，阿巴尼拉文塔洛斯科拉雷斯一处农用机械停车场旁边的一个杏林地里，被人发现有一具被破坏的面目全非的尸体横躺在刚被松过土的农田里。就很离奇的是，发现尸体的不是别人，居然是西班牙耶克拉国家警察局的首席督察。援引西班牙日报的原文报道，西班牙警方公开表示，当时首席督察正在前往警察局上班的路上，处于职业的敏感度，他在自己驾驶的小汽车里远远的就看到路边的农田里有一个类似尸体的东西。当他把车头调转回去检查的时候，农田里的那具女尸还是让这位身经百战的督察倒吸了一口凉气。根据西班牙本地媒体穆尔西亚真相报当时发布的信息显示，督察在农田里发现的那具女尸发现时已经毫无生命体征，法医的现场勘验也证实，死者前胸及腹部共中30多刀，并伴有严重被殴的迹象。最惨不忍睹的是，死者的面部已经被严重损毁，腰部以下赤身裸露，横侧躺卧尸体的土地里渗漫着血水。这一点在穆尔西亚真相报当时发布的一段现场视频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尸体被移走血水浸染后的土地。另外，西班牙警方在对现场勘验后，在尸体的附近还发现了一件灰色夹克和闪光的红色鞋子，并在抛尸现场成功地提取到一枚疑似凶嫌的脚印，以及疑似作案车辆的轮胎痕迹。这里有必要先行提醒下大家，这个脚印和轮胎痕迹在后面锁定罪嫌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西班牙日报是当时最早赶到现场的媒体。次日，该报就报道说，受害者被发现的时候，既没有钱包，也没有任何可以帮助识别他身份的文件。法医除了通过体貌特征判断被害人极大可能是亚洲女性以外，对于其他一无所知。但很快，西班牙警方认为她很可能是一位性工作者，因为离发现她不远的地方就有2个性工作地点，即阿尔科托夸德罗斯和阿尔卡贝索德托雷斯。起初，西班牙警方还特别与该地区一个专门帮助性工作者的非政府组织进行了交谈。该组织的负责人也曾在采访时表示，警方确实曾询问那里的工作人员是否有注意到身边有人失踪了，但很显然，这个方向的调查没能得到任何结果。
直到脸书上出现的一个帖子引起西班牙警方的注意。一位名为 Pat Chan 的用户陈述称，新加坡女建筑师 Audrey Fang 日前在西班牙旅行时失去踪迹，希望得到知情人的帮助，告知 Audrey Fang 的下落详情。该贴并附带了一篇被翻译成西班牙文的新闻报道。这篇报道正是影片一开始我们所提到的方迪柔的胞弟方世杰于新加坡时间4月17日接受新加坡媒体《新民日报》采访的报道。方世杰告诉记者，姐姐方迪柔是于4月4日从新加坡飞往西班牙，之后姐姐前往西班牙小镇哈维亚，并入住了小镇上唯一的一家豪华酒店。出发前，方迪柔曾明确告知家人，他将会在西班牙面会一位非常亲近的朋友，他把这位朋友描述为是他的前同事。西班牙警方通过网帖很快确认了现场女尸的身份，这已经是方迪柔遇害1个星期之后。当西班牙警察迅速赶往方迪柔下榻的酒店，监控记录完整地记录了他被一个男人接走的全过程。西班牙时间2024年4月9日凌晨2点10分，有一个身形高大健硕的男性在方迪柔下榻酒店的泊车场接走了方迪柔，同时酒店的闭路电视也拍下了他还曾于4月9日当天下午5点45分左右出现在酒店泊车场的另一台收费机器前，疑似在提前踩点。西班牙警方追踪的结果显示，1个小时以后，陌生男人驾驶的车辆出现在阿利坎特的一家酒店附近的泊车场。需要注意的是，这个酒店与方迪柔下榻的酒店之间相隔150公里。后经西班牙警方证实，这间酒店正是这个男人所居之地。数个小时之后，男人驾驶的车辆出现在阿巴尼拉地区，也就是方迪柔尸体被发现的停车场附近的农田里。车辆的行动轨迹也证实，4月10日凌晨2点6分左右，这个男人才再次返回阿利坎特他所入住的酒店。西班牙警方通过该酒店的监控对比发现，男人在4月9日下午离开酒店时，身穿衣物是连帽衫和黑色裤子，而他在4月10日返回时已经变成了牛仔裤和蓝色毛衣。另外，根据西班牙警方透过西班牙中央通讯社发布的消息证实，西班牙警方从移动电话运营商那里获知，方迪柔与监控视频里这个男人的手机信号曾于其去世当天同时出现在阿巴尼利亚，也就是该名男子下榻酒店的附近区域。新加坡新民日报当时采访西班牙国民警卫队时的报道显示，方迪柔被陌生男子接走后，他的随行行李及随身物品都还存放在酒店里，他并没有告知任何人他去了哪里。酒店的工作人员在清理房间时发现了方迪柔的行李，且确认方迪柔并未退房，但连日来无法联系，直至4月12日当天接到来自新加坡的长途电话，确认了方迪柔已经失踪。速报西班牙当局后，西班牙警方似乎也没有与4月10日那位督察所发现的无名女尸联系到一起，直到通过监控，尽管因为太暗无法看清楚车牌，当局还是通过分析轿车的大小和前后灯的形状，成功找到了轿车的牌子和型号。锁定轿车与酒店后，西班牙警方通过监视行动，成功于4月16日逮捕了该名43岁新加坡籍男子。很快，西班牙警方通过酒店的入住信息以及新加坡外交部提供的相关信息，确认了4月16日于阿利坎特某酒店抓捕的嫌疑人的身份。同时，根据相隔150公里的2处酒店的多处监控相互印证，确认了该男子就是杀害方迪柔的犯罪嫌疑人。同时，西班牙警方在抓捕嫌犯的酒店里发现了锁定罪嫌的关键性证据：一双价值1362新元的限量版耐克运动鞋，鞋的尺码是48.5欧码，这与嫌犯1.88米的身高比较相符。最重要的是，这双鞋的鞋底印与阿巴尼拉发现方迪柔尸体的地方，西班牙警方提取到的脚印完全相符。毫无意外的是，该男子所驾驶的汽车轮胎痕迹与现场发现的轮胎印完全重合。根据穆尔西亚真相报的报道，男子鞋底的泥土样本被送去实验室分析后，已经核实与发现方迪柔遗体现场的砂岩石粉尘属同一种物质。但当西班牙警方把嫌疑人的资料通报给方迪柔的亲属后，包括方迪柔的胞弟和父亲都表示，从未在方迪柔那里听说过 Mitchell Onchianye 的名字。
方世杰曾向《新民日报》表示，如果姐姐飞越万里想要会面的男士就是这位华文名为王昌义的男士，那么姐姐多少在生活中应该和他会有所交流。但事实就很让人无法接受的是，其实早在10年前的2014年，方迪柔就与嫌疑人王昌义通过一个社交约会网站相识相交，但两人的关系一直处于一种断断续续的交往中。方家在西班牙的代理律师曼努埃尔·马丁内斯向媒体指出，方迪柔是一位非常传统的东方女性，华裔家族的血统让她觉得，如果不能得到对方确定的承诺，她是不会向家人吐露半点心事的。律师用来佐证上述言论的观点出自方迪柔的2位好友，作为证人，他们明确指出，方迪柔有意寻找此生挚爱，也很中意嫌犯的各种表象。方迪柔曾想将嫌犯介绍给自己的家人，但遭到拒绝。但嫌犯却经常会让方迪柔从他的手里买些东西。援引穆尔西亚真相报的报道，王昌义直至4月底被控上庭，面对法官的各项指控，他都拒绝回答，甚至会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傲慢姿态。同时，主审法官认为王昌义有潜逃风险。作为一名外国人，他在西班牙毫无根基，而他又有着足够的经济能力，可以随时离开西班牙。法官同时指出，西班牙警方在其居住的酒店内搜到了大量现金，其中包括3760欧元和1000新元。为了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主审法官拒绝了王昌义任何形式的保释申请。穆尔西亚真相报曾报道指出，方迪柔在抵达西班牙后，曾向一位身份不明的第三人转过一笔数额不小的现金。这位第三人具体是否与他的死亡事件存有一定的关联，西班牙当局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按照西班牙刑事案的传统惯例，任何刑事案只有在调查全部结束后才会正式提控。西班牙的法官与王昌义的第一次庭审结束后，曾下令与案件一切相关的调查和数据暂时保密，不得对外公开。但是关于王昌义的背景资料很快就被新加坡媒体给悉数扒了出来。根据新加坡海峡时报的报道，王昌义曾在 IG 上公开宣称自己是亚洲第一猛男。王昌义身高1.88米，身材相当健硕。如果按照亚洲男性平均身高167.5厘米计算，王昌义比平均身高足足高出了12%，而只有亚洲女性平均身高156厘米的方迪柔，在他的面前实属弱小。海峡时报指出，嫌疑人王昌义毕业自新加坡名校英华自主中学、莱佛士初级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系。他的一位老同学受访时曾评价说，王昌义青少年时期有点像个怪胎，体型有点肥胖，经常会流露出一些不自信的不安全感。2016年的时候，这位老同学在毕业失联多年以后，在脸书上与王昌义重新取得联系。当时刚好恰逢王昌义的生日，他就顺手发去了生日祝福，并夸赞他：“你变化好大啊，身材也变得健硕了许多。”王昌义则回复同学说，自己的健身教练也说自己最近练得不错，并表示可以约同学一起练。与王昌义同在乌节路一家健身房一起健身的朋友则对记者表示，他特别在意自己的穿搭，尤其喜爱穿限量且名贵的运动鞋。他的举止总是让人觉得有点怪怪的，但你又具体说不出是哪里出了问题。事发前1个月，王昌义曾在 IG 上发片炫耀自己成功减脂15公斤，他还特意将签名的内容改为 Loved by many, feared by none, cause I am nice。 他是不是个好人，我们还不能断下结论，但媒体扒出的结果确实会让已经离世的方迪柔死不瞑目。最新的消息显示，2个月前的6月26日，方迪柔的2位好友通过视讯和翻译向西班牙法庭供证，方迪柔始终认为王昌义是位单身人士，也正因如此才会喜爱到想要介绍给自己的家人。如果不是作为一位华族子女，父辈们是断然不会接受的。方小姐也不会有介绍给家人的想法。但事实是，王昌义早在2012年就已经结婚，居住在5级芝马的一处公寓，并育有1女。而接下来媒体调查的结果似乎也进一步论证了，王昌义之所以会一步步地接近方迪柔，完全是其别有用心的精心计划。嫌疑人王昌义从事过多个行业，曾经是6家公司的老板或股东，包括保险理财公司、
现年43岁的王昌义曾在一家公司的网站上介绍自己是一位理财专家，客户包括首席执行官、名人、银行行长，甚至还有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监管人员。其甚至说自己是2018年参加拉斯维加斯10倍增长大会和迈阿密10倍商业训练营的唯一新加坡代表。就是在自己的成就列表里，也不忘夸赞自己曾成功减掉15公斤的体重。王昌义对自己身材的在意程度似乎已经超越了自恋的程度，身边的朋友对此评价为偏执的有些让人不安。根据王昌义在领英网站上曾留下的个人资料显示，自2011年以来，他一直从事私人财富管理专家的工作。2014年到2019年期间，他曾担任金融服务顾问专家的角色。这一点似乎与方世杰在姐姐离世后发现的2份保险单那里得到了印证。方世杰发现这2份源自 IAR 保险公司的保单是2份投资类保单，一份是3000新元，另一份则是5万新元。2份保单均是2015年8月份投保，而2份保单的业务人员都是本案的嫌疑人王昌义。但让整起事件开始走向诡异情境的，倒还不是这2份保单。根据新加坡联合早报引述西班牙穆尔西亚真相报的报道，西班牙法院曾在5月16日接到过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局的通知，指称死者方迪柔生前已经提名嫌疑人王昌义为公积金存款的唯一受益人，而方迪柔公积金的户头金额已经达到了1738175令吉。西班牙检方的调查人员在方迪柔的平板电脑里发现了他在3月24日的留言，指称自己决定提名一名不知名男子为受益人，因为对方是他的老友以及信任的知己。同时，调查人员还发现2023年10月的时候，方迪柔还曾与王昌义在通讯 App 上互发简讯。王昌义当时对方迪柔提名自己为受益人的举动表示十分的感动和感谢。方迪柔的弟弟方世杰对此却充满疑虑，他指出便条中使用的问候语黑啊通常与英语流利的人有关，姐姐主要贯通的语言是汉语、普通话，英语不太熟练。方世杰指出，钞票上写的是美元，而不是新加坡元，这与一个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的生活习惯完全相悖，不符合常理。西班牙的法官在6月份的庭审时，也下令彻查2者之间在经济上的往来，并请求新加坡相关单位的协助，以求厘清案情。新加坡中央公积金的发言人则进一步指出，已经向方迪柔的近亲属提供了与其相关的提名资料，并强调指称，由于案情特殊，应方家亲属的要求，在西班牙法庭结案前，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局不会对这笔款项采取任何行动。在经过6月份的庭审之后，西班牙的媒体进一步证实，方迪柔离世后失踪的那部手机已经在逮捕罪嫌时的酒店里被找到。方迪柔似乎是参与了王昌义在西班牙的某种基金项目，这也是当时他向一个身份不明的第三人转账的原因。在西班牙警方取得的最新证据显示，4月9日当天，王昌义驾驶车辆的行驶录像显示，他曾购买了吸尘机，专门用来清理自己租来的汽车，这一点非常不符合正常人的租车习惯。另外，根据方迪柔被沉尸的地点、泥巴与石头被血浸染的情况，以及嫌疑人清理出租车辆的种种轨迹，西班牙警方已经确认沉尸地点不是案发的第一现场。具体情况还需要西班牙当局对案情解禁后才能得知。西班牙媒体则根据以往当地的刑案侦办用时推测，本案的调查和审讯时间可能会耗时1年。数月前，方迪柔的胞弟方世杰已经前往西班牙，将姐姐的骨灰接回新加坡。他曾对两国媒体表示，姐姐的脸上布满被暴打伤痕，连头都裂开了，几乎面目全非。我们都想不通，为什么嫌犯会这么残忍地杀害另一个人。作为家属，方世杰认为，我们真的不知道要从哪个方面学会原谅凶手的恶行。尽管如此，他希望姐姐可以得到公正的对待，以命抵命，这是对姐姐最好的交代，对我们家属来讲也是一种安慰。要不然我们要如何继续生活下去？方家父亲曾在方迪柔的灵堂前忍痛受访，女儿为人和善，从不与人起冲突，不明白为何有人要加害于她。我想这也可能是所有屏幕前的您最想问的一句话，然人性之恶又岂会是方家之不幸能够解释清了的？最近发生的诸多黎大埔很难评事件，早就击碎了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纯善认知。反观之，或许也正因如此，人性之善及所欲纯善之人才值得我们如此珍惜。以上，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记得订阅万象的频道。平安喜乐。